当天空出现第二个月亮时，全人类患上中二病，他们把马桶刷当成喷点，把水枪当成激光武器，把脸盆当成盾牌。他们坚信自己会各种超能力，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尝试御剑飞行摔死，更有一些人被不存在的怪物活活吓死。然而在所有人都魔怔的时候，唯独保持清醒的我遭到各方强者追杀。传说中的3S 级强者罗恒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又来了，听说上个月我还是 SS 级的，现在怎么又变成3S 级了？别骄傲自大了，只要打败了你，我就能成为3S 级能力者了。陆恒无奈地转过身来，看向姚玲，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马桶揣子了？马桶揣子，岂有此理！此剑乃天下利器，名为西门吹雪，剑锋3尺7寸，净重7斤13两。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？闻言，姚玲柳眉倒竖，举起某多9块9包邮的马桶头，心有邪。他的力量之强让空间发生了扭曲，他的速度之快让人肉眼难以分辨。然而面对姚玲的马桶揣子，我轻轻抬手就挡住了他的攻击。怎么可能？作为中二病，你难道不知道这话是不能说的吗？我一掌推开姚玲，她便摔倒在地，浑身颤抖地抬起头来。而我此时正一步一步向她走过去，但是在她眼中，我每迈出一步都在踏碎空间，脚下出现了一道道蜘蛛网似的皲裂，耳边更似有玻璃碎裂的声音。这是空间碎裂的征兆。我修行这么长时间，也只能偶尔扭曲空间，可陆魂居然仅仅只是走路便能让空间碎裂，恐怖如是。看来我对你实力的估计还是保守了。麻烦你不要再烦我了，我真怕一不小心把你打死了。战士倒在冲锋的路上，是我被荣耀。既然我技不如人，那就随你处置好了。陆恒为难地看着这姑娘，闭上眼睛，梗着脖子，仿佛在等着给她一个痛快。她身上挂着一床被单当成是披风，腰间别着一个荷包当成是乾坤袋，头发上簪着一支2臂铅笔当成是羽毛。至于她手里的短剑，一柄马桶揣子，在某西西上9.9包邮还2把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怎么也被中二病祸害了？你是在怜悯我吗？眼见我仍然不动手，姚玲有些恼怒地看着我。你是觉得我是女人，所以不忍下手？我从不嘎人，但我也很讨厌别人来打扰我。以后我会离开这座城市，请你们不要来找我了。说完，我蹲下身子，轻轻在姚玲的脑袋上敲了一下脑瓜缝。姚玲心脏停跳1秒，哪怕陆恒只是轻轻他也感到一种深入灵魂的触哎，我操！应该不至于死掉吧？你敢来挑战我？好歹是个 SS 级能力者吧？说完，我抓紧探了探姚玲的鼻息，还好，这姑娘还有呼吸。看来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。要是这个姚玲再来打几次架，整个世界的人都会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了。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谁呀？陆先生嘛，你去火车站的车道楼下了。好，马上下来。昨晚是我没做好准备，罗恒，看你这次怎么胜我。我这是包车，不接特。你不接，我接。姚玲看了一眼司机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纸，控制。回家去吧。那司机又一次苏醒了过来，推开车门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离开了。小姑娘乘势坐进汽车里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具贴在脸上。变。一声令下，姚玲的面具眨眼之间就变成了司机的样子。只见顾一手提着一个行李箱，背上还背着一口大黑锅。一个 SSS 级强者，连空间系的道具都没有吗？是你吧？是哦。陆恒微微一愣，只见面前这个司机的脸上戴着一张面具，一身女士打扮，还挺眼熟。更奇怪的是，之前这个司机打电话的时候明明是男生，怎么现在变成女人了？难道这家伙是个男装大佬？之前他一直在用变声器。姚玲被看着忍不住心虚起来。上车呀你！哼，亏你还是3S 级强者，到头来你的警惕性就这么差吗？姚玲踩下油门，一路朝着偏僻的国道走去。陆恒在车上打了一会儿瞌睡，忽然发现他们来到了偏僻的郊外。司机师傅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现在是送你去地府的路。当天空出现第2个月亮时，全人类患上中二病，他们把马桶刷当成喷点，把水枪当成激光武器，把脸盆当成盾牌。他们坚信自己会各种超能力，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尝试御剑飞行摔死，更有一些人被不存在的怪物活活吓死。然而在所有人都魔怔的时候，唯独保持清醒的我遭到各方强者追杀。进来。是。陆恒看向眼前的景色，瞪直了眼。
什么鬼东西？这一招你没有见识过吧？是我发明的无穷剑域，当时最强大的封印术，没有人能在剑域里离开，哪怕你是3S 级强者也不得行。SS 级强者看来是病情比较重的，一堆落叶也能把握好时机，当成2技能大招。眼见我不说话，姚玲更嚣张了。是不是感觉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没有灵能的低级人类了？你抓紧跪地求！一声轻响传来，那你姚玲停下了自说自话，一脸诧异的看着陆鹏。只见我轻易的打开了车门，离开了出租车。不许跑！姚玲见状急了，却怎么也拉不开车门。这个时候，他才想起自己刚刚在车门上安装了封印符咒。姐，我来到车子后面，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行李箱。姚玲见状，气得牙根痒痒。无穷剑域，呵！姚玲大吼一声，身边飞剑如同蝗虫一般朝着陆鹏飞去。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所谓的飞剑，又低头开始收拾行李。飞剑砸在陆鹏的脑门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居然没有一个可以伤到陆鹏。不可能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姚玲歇斯底里的怪叫着，然后掏出了一把水枪。这柄手枪叫做湮灭，死在这把枪下的3S 级强者不计其数，就让你成为我登上3S 级强者的踏脚石吧。见姚玲举起了水枪，我脸色一黑，拿出了备着的大铁锅。害怕了，完了！我操！这水枪装满了墨水，这要是被喷上了，洗不掉咋办？没用的，去死吧！姚玲咬紧牙关，扣动扳机。突然间，姚玲手里的枪发出了刺耳飞鸣声，体内的灵能在眨眼之间被手中的枪吞噬。黑色的光柱从枪的枪口喷射而出，姚玲的视野在眨眼之间变成了一片白色。一声巨响传来，姚玲玲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。只见我举起了自己的平底锅，挡住了她的攻击，而且纹丝不动。这怎么可能？姚玲浑身颤抖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看着姚玲放下的水枪，我不由松了一口气。是我输了。本来他还以为自己精心准备就足够和我相抗衡，但是他今天再次和我对战以后，他才真切地认识到自己和我的差距。望着偏僻的郊外，我拿出手机想要重新叫一辆车来。这时姚玲来到我身旁，一脸弯心思的道：顾前辈，我才20几岁，叫我陆恒就行。说完，我继续翻找手机。姚玲瞥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，又舔着脸凑了过来。陆恒大哥，你在干嘛呢？叫车。陆恒大哥，算是我错了，我送你去火车站好不好？那你不会再给我整什么幺蛾子吧？当然不会。说着，姚玲不由分说的拉起我重新坐进汽车。古德拜。不等姚玲回话，我抓起行李就跑。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甩掉我了吗？话音刚落，姚玲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床被单。星月披风。我拖着自己的行李朝着检票口走去，却不想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我扭过头去，只见姚玲正头顶着被单，蹑手蹑脚地跟在自己身后。不会吧，连星月披风的伪装陆魂也能看穿？我死死盯着面前的棉被巾，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干什么。路人全都一个个无视姚玲，从他身边走过，就像看不见这个怪人一样。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举着被单是在使用隐身术。我很想当场揭穿姚玲，但我知道这会引起混乱，还会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太可怕了，我还以为这家伙的感官真的如此敏锐。先生，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车票。我拿出自己的证件和车票，而那棉被巾依然跟在自己的身后，如影随形。在这里过一下安检。安检人员手里拿着测试设备，在我身上戳来戳去。灵能等级D级。这个年代还能遇见灵能等级为 D 的人，这可真是不容易。我尴尬地笑了一声，低头越过安检通道。这年头连找工作都需要做灵能测试，社会上对那些灵能等级在 D 级以下的人充满了歧视。他如此强大，怎么可能只有D级的灵能水平？他身上一定有什么高级的道具，可以隐藏自己的实力。刚坐下一床床单就飘了过来，散发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。南方湿气比较重，所以你喜欢在柜子里放点樟脑丸除湿，对吧？我自言自语，姚玲浑身一哆嗦，她隐隐觉得我在和她说话，却又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各位旅客，麻烦把车票准备一下，我们要检票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微微往左边倾斜身体，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：姚玲呀，不买票上车会怎么样？当天空出现第二个月亮时，全人类患上中二病，他们把马桶刷当成喷溅，把水枪当成激光武器，把脸盆当成路人。他们坚信自己会各种超能力，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尝试御剑飞行摔死，更有一些人被不存在的怪物活活吓死。然而在所有人都魔怔的时候，唯独保持清醒的我遭到各方强者追杀。
检票了，这位旅客。我扭过头去，将的票递给了乘务员。姚玲忽然惊醒，她赶忙后退几步。哎呀！姚玲痛呼一声，眯着眼睛揉了揉屁股。等她再次抬起头时，却见周围的乘客和乘务员全都一脸诧异的看着自己。完蛋了！这位旅客，根据铁路管理规定，乘客是不可以在车厢内使用灵能道具的。麻烦您把您的所有道具都收起来，跟我走一趟。我会再回来嘞。终于甩掉这个狗皮膏药了。在这里，灵能者主宰着一切，人们不看学历，更看重于灵能等级。而我 D 级只相当于小学文凭，至于 C 级以上的人，他们要么加入各种中二组织维护正义，要么就加入犯罪组织，成天幻想着毁灭世界。来将可留姓名。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。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。左邻右火，雷公助我。剩下的则成天在屋顶和人决斗切磋，修炼异能。国家甚至专门出台了能力者决斗行为规范，超级英雄组织管理法。当国家也跟着一起中二，那真是离原上谱。来到13太保大哥这里的第3天，我终于租到了一间房子。刚刚入住完，拿起手机看着之前投递的简历，虽然有几个回应了，但大部分都是我们不收 C 级以下的废物。这年头，就连去餐厅端个盘子都需要 C 级了吗？走成华大道，来2仙桥250号千里香酸菜鱼馆接受面试。终于不是拒绝的消息了，我即刻出发，同时还发布了一条招合租的信息。明天可以来上班吧？厨师学徒的岗位职责你也没有问题了吧？没问题。工资就和广告上写了一样，1个月3000，包1顿饭。可以。无奈的接受996的工作，我打算在上班前放松下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喂，你好。听说你想找同住室友，我想到你那儿看看房。刚发的招租，这么快就有人想来看房，还是个小姐姐。看来我要多一个美女室友啊！只是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城北，租金1000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过来看看房子？你今天下午4点来吧。时间来到下午4点，一阵敲门声准时响起，赶紧过来开门。你好。我操！你好呀！吓老子一跳！你不是被抓起来了吗？交完罚款我就回来了，还真是巧了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呵呵呵，我冷笑一声，立马关上了门。我低头一瞧，只见姚玲的半个头堵在了门缝里，倔强的阻止大门关上。陆恒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我是一个女人来，你居然拿门夹我的头！我额头青筋直跳，再次拉开门，恶狠狠地瞪眼着姚玲。你以为我会再信你一次吗？说好不会跟踪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上火车？你真当我不敢再打你一次吗？我举起拳头，姚玲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然后又疼的一下冲了上来，鼻子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。那你打呀！我老脸一红，赶紧退后一步。姚玲乘胜追击，一步踏进了我的家里。我就知道你是个老好人。姚玲仿佛得胜了一般，高昂着脑袋。陆恒实力强大，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做掉我，可是他依然手下留情，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心的纯良之人。嘿嘿，看我拿捏你！你烦不烦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不是在电话上和你说过了吗？我想和你一起合租啊。但是我不想和你合租。不想合租也可以，那你就答应收我做徒弟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变得那么强的？我眉头微蹙，上下打量着姚玲，她被我瞪得有些发毛。她双手抱胸，低着头，脸蛋红红的说道：“只能是收徒弟呀，如果是其他的，我需要考虑考虑。”哼，净想美事呢！你这个疯丫头，麻烦你离开我家，立刻，现在马上，不然的话我就打电话报警了。陆恒，你是不是弯了呀？我上赶着当你的室友，求着让你收我为徒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气得头皮发麻。我在外面应付那些中二病已经够难受了，回家以后还要和你这个一心只想升级的中二病做室友，那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你把我打死，要么你就收我为徒，让我做你的室友，你没有第2条路选择。喂，是警察吗？有人私闯民宅。你没听见我说话吗？对，在恒大小区，地址是……姚玲不再说话，一脸不屑地看着我打完报警电话。打完了。你要在这里待着就待着吧，一会儿警察就来了。姚玲嗤笑一声，走进隔壁房间，从乾坤袋里拿出一张身份证，又一次使出了易容术。开门，我是警察。是你报警的吗？是的，有个疯婆子闯到我家里，死活不肯走。疯婆子？
警察齐齐向着我身后望去，只见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坐在沙发上，正在哭哭啼啼的擦眼泪。您说的是那位孕妇吗？不是她，还是谁？等等，孕妇。当天空出现第二个月亮时，全人类患上中二病，他们把马桶刷当成喷点，把水枪当成激光武器，把脸盆当成盾牌。他们坚信自己会各种超能力，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尝试御剑飞行摔死，更有一些人被不存在的怪物活活吓死。然而在所有人都魔怔的时候，唯独保持清醒的我遭到各方强者追杀。上集说到姚玲闯入我的家中，我忍受不了，选择报警。可叔叔来了之后，却说姚玲是孕妇。老弟呀，两个人过日子那都是慢慢磨合过来的，何必要闹到又是报警又是离婚的地步呢？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不要相信啊！你这个没良心的呀！嫌弃我是黄脸婆了？那这里的种是谁的？你们去派出所里查查资料就知道了。我跟他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，那这是什么？姚玲一边嚎哭着，一边扶着自己的大肚子跑了过来。女士，你注意一点啊！结婚证就在这内，叔叔同志，你们要给我做主啊！我一脸苦涩，想要拆穿他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毕竟叔叔看到的就是一个孕妇，而且证件在他们看来也是真的。来一根，不想抽。弟妹现在还怀孕呢，情绪不稳定，我们做男人的也该大度一点。是，快去跟弟妹道歉吧，男人嘛，向自己的老婆低头不丢人。对，我知道，这一次我是完全输了。哼哼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姚玲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朝着我晃了晃自己的大肚子。你赢了。好耶，师傅，叫我陆恒就行了。好吧，陆恒，你什么时候教我修炼？我眉头紧锁，长叹一口气。我应该和你说过很多次了吧？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超能力的普通人。姚玲歪着脑袋看着我，笑嘻嘻的眨了眨眼睛。显然这丫头根本不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。也是啊，跟这些中二病有什么好争辩的？看来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我拿出了一个行李箱，姚玲激动的看着。瞧好吧，这就是我强大的原因。行李箱缓缓打开，一道耀眼的金光从中迸射了出来。姚玲吓得赶紧捂住双眼。我扭过头来，失笑一声。你在干什么？把眼睛睁开吧。不行，太耀眼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能有什么耀眼的？睁开眼睛看看吧。给。姚玲闻言转过头来。金瓶花？不对，拿错了。这本七龙珠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漫画？姚玲吓傻了眼，漫画可是极其稀有的资源，很多修炼方法都是从漫画之中得到。这里面记录了很多实用的功法，龟派气功、元气弹，你都可以学一学。光听名字就好厉害啊！吃好了。对，这是妈妈的味道。你刷锅，我不能被你白嫖。哥，你的锅子可以抵挡湮灭的攻击，它的里面是不是有气灵？是呀，有气灵。每刷一下就有一股力，顺着手指传遍体内的灵能就更明锐，许久不动的实力也慢慢的提升了，这让姚玲越刷越精彩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起来就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。姚玲，你不会是刷了一夜的锅吧？大哥，我终于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。刷了一夜的锅，我感觉自己对灵能的把握已经精细到了位号。呵呵呵，你别不信啊！他伸手一指墙壁，一道白色闪光一闪而逝。啊！我招谁惹谁了？我的鞭！我赶紧闭眼躲开，免得姚玲手上的水滴洒在脸。真不错，有进步了。我配合着姚玲的表演，姚玲自豪地昂起了脖子。她凑到我的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这锅里有气灵，我怎么才能和他交流？”我眼睛到处乱瞟，从地上捡起一捆葱，递给了姚玲。这就是他的气灵了。哎，葱。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之所以你觉得它是葱，是你的水平还不够。听懂掌声？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就是感觉好厉害啊！来到千里香酸菜鱼馆，此刻张师傅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站在大厅里。要欢迎光临！看见我，急忙说道：“我们一会儿要去参加一个料理决斗，胜利者将获得厨神大赛的参赛资格。我已经替你报名了。”感谢萌一大奶的赞助，下面比赛正式开始。嘿。
哈哈哈！居然在预选赛就能看到一级能力者元芳，他的刀法你怎么看？应该和大刀门有一定的渊源。俺也一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奇怪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运气的过程，难不成这个张师傅连气功都可以自创？有待观察。俺也一样。Oh no！ 声巨响传来，僵硬的站在原地。又是这种元芳，这次你看明白了？这小子抬头挺胸收腹，夹紧双腿，脸色通红，就连小腿上的肌肉都紧绷着。难道是浊气下行？说人话。放屁！哦，张师傅，我们这次比赛的赞助商要求我们每位参赛选手喝一下饮料，用来做宣传，麻烦您配合我们一下，可以吗？张聪脸色惨白的看着我。你替我把菜切好，我要去趟厕所。好了，观众们，让我们看下各位主厨的表现。首先，飞刀们拿起20年陈年月饼，这是番茄。独门绝学月饼炒番茄了。每一次翻炒都能引起体内灵能激荡。这菜必定是菜系四溢，百味调和，风味独特，麻润适口，回味无穷，合佳肴，食品香，质大豆，爽而不浊，手滑酥嫩，酥脆爽口，甜辣结实，色香俱佳，百吃不厌。不愧是百变老字号。接下来让我们看这边。呵，居然是火焰系的能力者。他们根本没有使用灶台，而是两人的掌心全都燃起了炽热的火焰，利用自己的异能烧菜。掌心的牛肉却没有任何焦糊的样子，这菜必定是崔勒。刚才说完了。操，你这是看不起俺！我的妈，这样精细的灵能操作水平，简直达到了级，到 S 级也说不定了。赞同。俺也一样。大眼瞪小眼了一会，主持人嫌弃的看着我一个地级的小卡拉姆。好了，这一组不看也罢。看着其他俩组选手，我渐渐感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。飞刀门耍刀就像在跳舞，刀光电影让人看着就害怕。今天厨艺更是夸张，他们居然背着火焰喷射器对着巴掌大的牛肉狂射。坐立不安好一会儿，张聪这才从厕所回来。张师傅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生火。是，我赶紧打开灶台。张聪刚刚拿起火铲便扑通一声跌倒在地。张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快点，没时间了。张师傅，你需要去医院。不行，你根本不明白这场比赛对我的意义。那些人给我下药，就是不想让我好过。我可不能在这里倒下，哪怕我死，也只能死在灶台边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不能再拖延了。我来完成比赛，你要是不肯去医院，那么我就干脆弃权不比。不行，你要是这么做，我下次报名可要等到明年了，那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我弃，你要弃权。我一拳砸在张聪的后脑瓜上，张聪应声而倒。陆师傅，你这是？让他稍微休息一会儿，你帮我叫个救护车来。哦，那比赛呢？我来吧。谁叫的救护车？这里。陆师傅，你这样可算是中途退出比赛。我不是已经把菜炒好了吗？你帮我端给裁判品尝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第4组选手出现了一点意外，去了医院，所以只有我来代替他们端盘子了。3碗蛋炒饭放在3名裁判面前，让他们全都傻了眼。蛋炒饭，而且就是用非常普通的手法做的蛋炒饭，我没有在上面感受到任何气的存在。算了，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，尝尝看吧。你是病人的家属吗？我是他的员工。张聪怎么样了？有人给他灌了泻药，我们给他输了液，但还是没有好转。我们怀疑他有其他的疾病。什么病？可能是能力者对他造成伤害后留下的病灶。我们的医院没有相关的技术使用，你还需要去更高一级的医院才行。医生说完便走去了下一间病房。这世界上哪有真正的能力者？这只是张聪吓唬自己而已。来到病房，张聪听见声音，吃力而又急忙的道：比赛怎么样了？我帮你完成了比赛。为什么你都这样了，还一定要参加比赛呢？只要拿到冠军，我就能拥有300万的奖金。我需要钱。想着赛事上对手的菜品，本一调侃的说道：谁给你下的药？是黑暗料理界吗？听到黑暗料理界，这让张聪既惊讶又惶恐的看着我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只是随口一说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能是什么人？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张聪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不顾扎着的针头闪身下了床，立马离我远远的。张师傅，你干嘛？别过来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张师傅。
今天的厨神大赛预赛开始，一匹黑马以1碗炒饭征服了所有评委。陆恒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帮助我？